暗河传》迎来大结局，原本以为要虐的观众满地找刀片，结果竟然是个隐藏的圆满结局，原著党惊呆了，这改编我服气。还记得原著里那句扎心预告吗？距离苏沐雨一剑刺入苏昌河的胸口还有8年，多少人心碎成二维码，但剧版直接改写命运。距离暗河下次踏入江湖还有8年。结局画面中，双苏兄弟带着象征彼岸光明的戒指策马同行，这是要组队再战江湖的节奏啊！网友狂呼：兄弟情稳了！导演是懂救心丸的 ，CP 粉狂喜，我的意难平终于平了，鹤羽 CP。12年等待值了。正片中，白鹤怀为救众人下线，骗走观众多少眼泪。结果片尾彩蛋直接放大招，苏沐雨在幕前撑伞时，乌云散尽，阳光洒落的瞬间，白鹤怀悄然现身，结合台词极地地狱，可见光明，这分明是官方认证的假死重逢。网友调侃：这波啊，是编剧把刀片融了改成糖，副 CP 全员发糖。江湖也有爱情，沐雨墨与唐连月互许10年婚约，唐连月一句踏火红凤凰迎娶，甜度超标。琅琊王与司徒雪赴死前短暂相守，悲情中透着一丝暖意。观众感叹：连配角都 he 了，这剧是民政局分局吧？争议点 he 还是 b， 这是个问题。虽说主角团命运逆转，但剧中也保留了几分江湖的残酷。穆青阳、穆雪薇为护同伴战死，暗河组织最终仍隐退江湖。有观众吐槽：说好的彻底黑呢？怎么还藏着小刀片？但更多人认为，这才是真实江湖，个人挣脱宿命，集体等待新生，妥妥的血色浪漫啊！彩蛋才是本体，跳过那就亏大了。导演仿佛在片尾埋了黑密码。白鹤怀复活，双苏策马改写宿命，连主题都升华成彼岸存于心中。网友总结：看完正片，意难平；看完彩蛋，我活了。建议追剧的各位，片尾曲不能跳，彩蛋才是大结局本体。原著对比档改得好，纸片人就该在平行世界幸福。这波结局像极了生活，纵然前路有阴影，但只要你回头，阳光总会追上来。暗河众人用血肉之躯劈出了自己的正义之道，谁说不是另一种圆满呢？极地地狱，可见光明，为每个在困境中依然向前的人点赞。穆青阳和穆雪薇终究是没能在月影阁办第一场婚礼，彼岸还未到达，最重要的小伙伴就双双殒命，葬身火海。大皇子萧勇准备在几天后的大潮会利用龙峰卷轴造反，在此之前，他要确认苏昌河是否真的站在他这边，于是拿来了真言蛇试探。苏昌河成功骗过了真言蛇，但听到萧勇要杀苏沐雨的时候，直接一怒杀了小蛇。还是那句话，苏沐雨永远是他的底线。可他刚刚离开，萧勇就派典叶对苏沐雨下手，那苏昌河管着，那么飞虎将军想做什么？我一个大皇子怎么控制？他们已经找到苏沐雨等人的藏身地，准备发起夜袭。而这个时候，苏哲刚刚给苏沐雨传好内功，两人双双晕倒，毫无战斗能力。穆青阳让他们赶紧走，他来断后，没想到穆雪薇却留了下来。无论前面多危险，他都会陪在他身边。只是这一次对手实在太强，穆青阳被卸在野的弓箭伤及心脉，穆雪薇崩溃使出3000戒，3000戒欲毒猛长。萧勇的禁务卫无奈后退，可穆青阳身死，穆雪薇又怎么可能独活？所以大火将整个院子烧了个精光，两个最重要的伙伴身死，苏沐雨彻底崩溃。这次他不管萧若风同不同意，他都要杀了萧勇，给他们报仇。而此刻萧勇已经跟父皇坦白他接下来的意图。萧若锦虽然心中愤怒，但依旧决定事后会保儿子的，毕竟萧勇是他的第一个孩子。大朝会即将到来，萧若风必须要在龙凤卷轴问世前截住卷轴，阻止大乱。天启的终极之战来了。天启城高高在上的人们有他们的天子之剑和诸侯之剑，这些剑可能上绝浮云下绝地际，但暗河刺客身为布衣之士，也有布衣之士拔剑而起的怒火，若是避怒，伏尸2人，流血5步，天下缟素，今日是也。
苏沐雨找萧勇报仇，那么这就意味着暗河终将无法到达彼岸，没有倚仗，只能靠自己拼出来的暗河，一步步都付出了血的代价。昌河和沐雨会执掌自己的人生，成为自己的执旗者。暗河去往光明的路上，到底还要经历多少的困难？这一路上的颠沛流离，如何能配上他们的结局？该怎么形容这个暗河船的大结局呢？又圆满又悲伤。所有人都已经知道昌木的结局，但这次就停在策马同去了。所有人都知道琅琊王必死的结局了，但这次让司徒雪和他再见了一面。所有人都知道鹤羽分离12年，但这次给了一个他们12年后重逢的彩蛋。所有人都知道沐雨墨和唐莲人到中年也没有在一起，但给了彼此一个约定，感觉真的有在尽力想办法，给了几乎所有人一个圆满。小说里暗河的结局在下一次天启动乱之后，在苏沐雨的领导下解散了，就只改成了百草堂，别的人有的当保镖，有的就在药铺干活，有的出家了，算是一个挺好的结局了。不是天启城寻找光明的败退，也不是执念于暗河找不到光明，而是一个谚语，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苏沐雨杀死大皇子，与苏昌河一起打马归的时候，与恋人白鹤怀擦肩而过，而此时他以为白鹤怀已经死了。而番外里12年后与白鹤怀重逢时，苏昌河已经死在了苏沐雨的剑下。一计解药，两难抉择。苏沐雨的遗憾早在药人之毒事件中埋下伏笔，白鹤怀为解药人之毒身陷险境，苏沐雨为护他周全，不惜走火入魔血战刀鬼许流云。而另一边，苏昌河为暗河存续，假意投靠大皇子，却因是否杀苏沐雨的试探濒临暴露。此时苏沐雨若选择带着白鹤怀隐退，或许能保全爱情，但必将牺牲与苏昌河共同支撑的暗河理想。若全力辅助苏昌河，又需赌上白鹤怀的性命。他试图兼顾两端，却加速了双重失去的进程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苏沐雨不能先救白鹤怀，再助苏昌河吗？命运没有给他排序的机会。白鹤怀中毒假死的消息传来时，金无畏的剑已射穿穆青阳的心脉，穆雪薇在烈火中燃尽最后一丝生机。苏沐雨红着眼眶嘶吼，骁勇当死时，他亲手将暗河重新推回黑暗，也切断了与白鹤怀重逢的可能。当皆是皇，永世无碍。杀皇子这一举动是苏沐雨兼得幻灭的转捩点。他曾在琅琊王面前坚持暗河应拥有光明，可当他得知白鹤怀死讯后，理想主义彻底让魏玉惨痛复仇。那一剑刺穿的不仅是骁勇的胸膛，更是他与白鹤怀本可相伴的12年。他以为自己在捍卫心中正义，实则用爱情祭奠了兄弟情谊。更讽刺的是，当他与苏昌河并肩驰骋在离开天启的草原上时，白鹤怀正因苏云秀的隐瞒而沉睡。那个说着芙蓉留赠意中人的男子，永远不知道他赠予花环的姑娘，在另一个时空等待了4000多个日夜。12年重逢，物是人非。番外的重逢看似圆满，却暗藏最深的遗憾。12年后白鹤怀归来，苏沐雨却已历经与苏昌河的决裂。在原著中，苏昌河死于苏沐雨剑下，剧版虽改写为共同离开，但两人关系注定因命运抉择而变质。若细读番外中鹤羽药妆的日常，苏沐雨为他编花环，用内力烘前长发，这些温情背后是他用一段关系弥补另一段关系的空洞。要知道，当年在南安城，苏昌河曾调侃他给神医编花环，而12年后，在无人在一旁笑着看他们相守。七弟兼得的不可实现，不在于生死，而在于时光永远无法同时容纳2份完整的陪伴。苏沐雨的挣扎，本质上是对完美结局的执念。他认为暗河需要光明，兄弟需要并肩，爱情需要相守，但乱局中的每一个选择都要求他付出代价。当他说出暗河无需被世俗认可时，何尝不是对兼得妄念的释然？真正的光明，不是同时拥有鱼和熊掌，而是在品尝其一之时，能坦然怀念另一个的余味。大结局很虐，但也很燃。武侠不跪黄泉，